我曾经有3个很好的男闺蜜，但是恋爱以后就很少见面了。不过随着老公出差频率的增加，我又开始和他们恢复了联系。老公发现后并没有说什么，我以为他大度，并不介意。但当我生下儿子之后，我才明白了他到底有多狠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董雨柔，朋友们都说我是一个单纯的女孩，对此我并不否认。我确实在很多事情上不会想太多，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样我的生活就会变得简单一点，不用考虑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情。也正是有着这样的心态，让我虽然已经快要30岁了，身体的状态还是和刚刚离开学校时差不多，充满着青春的活力。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和我的职业有关，我是一名平面模特，所以为了展现自己最好的状态，我平时对自己的饮食也有很高的要求，每天恨不得计算着热量吃饭，因为这种职业其实就是靠青春吃饭。我这么努力，也只是想要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更长久一些罢了。当然，这也为我带来了一些好处，就是在我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些对我感兴趣的人，而我对他们也没有太过提防。我觉得多个朋友多条路，说不定谁又能帮我介绍一点新的工作呢？他们里面有我3个最好的男闺蜜，是从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，到现在已经快10年的朋友。在闲暇的时候，我们4个人就汇聚到一起，聊一些曾经的故事，说一说现在的状况。有谁需要帮助了，我们都会献自己的一份力。但是对于这件事，我妈却总是提醒我，闺女呀，你可别老跟那几个男的出去玩了，也不说赶紧找个正经男朋友。男闺蜜有什么用啊？也不能养你一辈子。我可真搞不懂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。其实不理解的不止我妈，我身边的很多人都一直猜测我们几个的关系，但我并没有在意。我很喜欢这种舒服的感觉，一点也不需要小心翼翼地揣测别人在想什么，也不用费尽心机地去讨好别人。不过这也确实影响到了我的恋爱，很多人都无法接受我的这几个男闺蜜。他们也曾经和我半开玩笑地说，雨柔啊，我看你男朋友都吹了好几个了，要不你就别费劲了，随便在我们3个里面挑一个结婚得了。听了他们的话，我没好气地反驳道，你们想的倒是美，我还怕找不到男朋友吗？我要是真对你们几个有想法，还用等这么长时间都没下手吗？我很珍惜我们这种纯粹的友谊，所以我不想让男女之情把它破坏了。不过陈志浩的出现，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份友谊了。我和陈志浩是在一场朋友组织的聚会上认识的，刚一见面的时候，我就被他成熟稳重的性格吸引了。他不像其他男人那样，看我的时候眼神中充满了侵略性，那双深邃又温柔的眼眸，仿佛一下子就让我掉了进去。在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想要做他的小女人，和他每天都黏在一起。是的，我对陈志浩一见钟情了，所以在他对我表白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。可是我的脾气不是很好，你能让着我吗？你会不会厌烦我？会永远都对我好吗？恋爱中的女生总是会患得患失，爱问这些明知故问的话。我当然会一直对你好了。再说了，谁还没点脾气呢？其实我觉得你那不叫脾气不好，而是有自己的想法。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点了，有主见。陈志浩虽然有点慢热，但是他真的是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人，总是会照顾我各种小情绪，而且还非常有事业心。
我第一次产生了结婚的念头。我害怕自己失去她，所以刻意隐瞒了自己有3个男闺蜜的事情。在谈恋爱的那段时间，我控制着自己想要找人倾诉的冲动，像个小鸟依人的小女人一样，每天和陈志浩卿卿我我。终于在1年之后，他向我求婚了，我如愿以偿地嫁给了他。在我们结婚的半年之后，陈志浩升职了。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我俩非常高兴，还特意去餐厅庆祝了一番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这居然会是我们甜蜜婚姻的一个转折点。03，自打升职以后，陈志浩的出差频率开始变多了，而我本来因为职业的原因，需要经常辗转于附近的几个城市，现在陈志浩又出差，这也就导致了我俩能够赶到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亲爱的，咱们都定好了周末出去旅游，结果你又得出差。我刚刚到家，你怎么没在家呀？什么？又出差了？几天才能回来吗？已经习惯了整天和陈志浩腻在一起的我，开始不适应起来。我觉得一个人在家实在是太孤单了。于是我又想起了那3个男闺蜜。之前我每次叫他们出来玩，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。但是现在我已经很久没和他们联系了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我拨通了其中一个人的电话，电话接通之后，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惊喜。雨柔，你可算是想起我来了，是不是你老公欺负你了呀？不愧是我的好哥们，真会替我着想。如果陈志浩真要是对我不好，估计他们肯定能替我出头。他爱我还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欺负我？我就是有点太无聊了。他又出差了，咱们出来聚一聚啊。没问题，你就等我的消息吧。他们2个我来联系。从这几句毫不见外的话语中，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感情都没有变，还是我最好的朋友。等到见面之后，我们聊了很久，曾经的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不过我知道自己现在已经结婚了，所以跟他们吃完了饭，不到8点我就打算起身告别了。哎呦，我们的雨柔小公主，现在的家教这么好了呀，这可有点不像你了，哈哈，就知道笑话我。等你们结婚了，看你们到时候是不是妻管严。不过到了那个时候，咱们估计都凑不齐了。我有些忧伤起来。放心吧，还早着呢。雨柔，你只要有吩咐，我们保证随叫随到。04，一开始我和他们见面的事情一直瞒着陈志浩，我怕他吃醋，也怕他误会我们的关系。不过最后还是被他知道了。那次又赶上他出差，我们稍微喝了点酒，然后开始玩真心话大冒险。结果输了的，我要在朋友圈发个我们的合照。迷迷糊糊的，我却忘记了屏蔽陈志浩。等到我发现陈志浩给那个朋友圈点了赞之后，我才反应过来。我本来还打算等到他出差回来跟他解释一下，但是他却好像完全没有这回事一样，根本问都没有问。这就给我造成了一种错觉，我觉得陈志浩并不在意我的交友行为，是一个非常大度的男人。于是我的胆子开始大了起来，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了。对于这种情况，陈志浩还是忍不住提醒了我几次。亲爱的，你现在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，可不能经常这样到外面疯去了，我会担心你的，是不是吃醋了？放心吧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小公主。陈志浩并没有理会我的撒娇，而是皱起了眉头。他们3个都是男的，我吃醋也很正常吧。再说了，咱们还准备要孩子呢，你可不能再跟他们一起喝酒了，我不放心。老公，我知道了，我只是拿他们当哥们，你放心吧，我以后一定注意。我虽然嘴里答应着，但是根本没往心里去。陈志浩看我有些不耐烦了，
也只好结束了这个话题。不久之后的周末，是我一个男闺蜜的生日，我早就已经答应了他会去帮他庆祝。本来陈志浩在出差，丝毫影响不到我周末的行程，但是周五晚上他竟然回家了。老婆，这次出差我特意加快了工作进度，想着周末陪你去露营散散心，咱俩已经很久没有去露营了。听了陈志浩兴奋的声音，我知道这个时候拒绝他很不应该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只好充满歉意地说：对不起老公，我以为你还得过几天才能回来，所以明天我约了人，我不想失约，咱们下周再一起去露营好不好啊？我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到失望，但是他向来都是尊重我的选择的。那你玩得开心点，晚上早点回来，我在家等你。我明天一定早点回来陪你。05，我没有说到做到。那天的生日聚会实在是太开心了，热闹的气氛烘托下，我们都喝了不少酒。虽然我还想着早点回家，但是酒量并不好的我，很快就断片了。当我早上醒过来的时候，顾不得宿醉的头疼，连忙赶回了家。我想着跟陈志浩赔个礼道个歉，他应该就能原谅我。不过等我到家的时候，发现老公并没有在家，平时出差带着的行李箱也不见了。对不起老公，我昨晚上有点喝多了，你出差怎么没告诉我一声啊？我给陈志浩发过去消息，但是他已读不回。我知道他肯定是生我的气了，也知道自己这次做的有点过分了，于是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跟闺蜜喝酒了。几天后，陈志浩出差回来了，不过我感觉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冷淡了很多。我也明白他肯定是还在气头上，所以每天想方设法的撒娇哄他开心，可是曾经百试百灵的招数却都失效了。就在我冥思苦想应该如何解决这个困境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这可真是及时雨呀！陈志浩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一定会开心极了。可是当我把这个好消息说给他听的时候，他的反应却非常冷淡。是吗？挺好的。我以为怀孕以后，陈志浩会尽量减少出差，多陪陪我，但是他并没有。因为我的孕期反应比较大，只好回了娘家。在爸妈的照顾下，我度过了10月怀胎。预产期那天，我期盼着能看到出差中的老公的身影，希望他能请假回来陪我，但是却又是一次失望。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，看着旁边睡得正香的儿子，我笑了。这是我们的孩子。我特意给儿子拍了张照片，给陈志浩发了过去。是个儿子，你当爸爸了。知道了，你好好休息。依旧是不冷不热的一句回复，我失望极了。我不明白，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为什么还是不肯原谅我？连我辛苦为他生了个儿子都不能挽回他的心，他到底还想我怎么样？06，几天之后，陈志浩终于出差回来了。他到了医院，抱了抱儿子，简单的说了几句场面话后，又转身离开了。就在我即将出院的那天，陈志浩才再次出现。我以为他是来接我和儿子回家，可他接下来所做的事情，让我真正看清了这个男人到底有多狠。他刚走进病房，就递过来一份文件，这是离婚协议，你看一看，然后签了吧。我顿时懵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陈志浩会要跟我离婚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就因为我那天晚上喝多了没回家吗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相好的了？所以找个理由想让我让位。我现在还没有出院，还没有做完月子，他竟然就给我这样沉重的一击。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从前他都是对我千依百顺的，为什么要突然和我离婚呢？
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听了我的话，陈志浩突然发起火来：“你问我为什么？你自己做了什么好事，还心里没数吗？这个孩子是谁的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到底想隐瞒我到什么时候？”陈志浩的话让我更加糊涂了。我绝对没有做过背叛丈夫的事情，这个孩子肯定是他的呀。陈志浩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？我发誓绝对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这个孩子100%就是你的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就去做亲子鉴定。我的话音刚落，陈志浩就冷笑了起来。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就会随便冤枉你吗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说完，他又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扔给了我。我满脸疑惑地接了过来，上面7个血红的大字映入眼帘，确认无血缘关系。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肯定是他们搞错了。我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抬手抓住了陈志浩。一定是你在骗我，这个报告一定是假的。陈志浩，你想跟我离婚可以，但是你不能用这样下三滥的招数。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？07，你还是去问问你的好哥们吧，算一算你的受孕日期，你应该能想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我突然清醒了过来，按照陈志浩说的推算了起来，是在闺蜜生日的那几天。我回想起当时断片的经历，难道他们……我不敢继续想下去了，只是无助地哀求着：“老公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断片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”但是陈志浩打断了我的话，现在说这些都晚了，签字吧。我曾经劝过你很多次，可是你听了吗？如果你真的听了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。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我知道陈志浩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也就没有继续求他，只是让他再给我几天的时间。我打电话把他们3个都叫了出来，然后当面质问他们3个：孩子不是陈志浩的，他现在要跟我离婚，你们现在是不是满意了？看到我发脾气，原本来笑嘻嘻的3个人顿时明白了什么，互相看了看，都低下了头。他们3个的表现让我证明了自己的猜测，委屈的泪水瞬间从眼眶中流了下来。枉费我这么相信你们，你们说到底是谁干的？马上给我站出来，要不我可报警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们3个人竟然同时对着我跪了下来，都是一言不发。我仿佛被一个晴天霹雳劈中了，呆愣在那里，久久没有动弹。良久之后，我默默地转身离去了。我真是瞎了眼，竟然认识了3个如此狼心狗肺的闺蜜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拿出手机给陈志浩打去了电话，一边哭着一边说：“对不起老公，事情我已经弄清楚了，都是我的错。”回家我就签字。陈志浩没有说话，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我依然爱着他，我知道他心里除了恨之外，应该还残存着对我的爱，但是我并没有再奢求他的原谅。即便他原谅了我，我也没办法过自己这一关。离婚后，我辞了职，换了新的电话号码，然后带着孩子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生活。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当一个又傻又天真的女人了，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母亲，我要变得坚强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要给他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其他的就让我这个可恨的女人来承担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